这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不一样。但是对于许多的家长来说，就会面临怎么样给孩子使用手机会不会造成孩子的成瘾或者是滥用的问题，会担心孩子上了一些不该上的网站，受到一些所谓的污染。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新的一学期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家有孩子今年上国中和高中，很高兴孩子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年我的孩子一个上大学，另外一个上高中，孩子从义务教育进入到高等的中学教育。这些年来，我对于教育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对于孩子升学的部分有什么样的想法？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多元入学的升学管道，跟安德鲁社工师高中时期的大学联考制度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孩子在国中跟高中的期间，家长会面临许多的挑战，譬如说，是不是要给孩子使用手机？这件事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从国小已经有使用手机的习惯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孩子使用手机这一件事情。安德鲁社工师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手机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是一个科技文明的代表的产物。在安德鲁社工师小的时候，电话是有一条电话线。事话再早一点，我爸的工作场所，电话是需要用手摇的，摇了几圈之后才可以通话。现在的孩子可能家里已经没有所谓的室内电话，而是使用手机。我的周遭的朋友当中，有不少人在外面租房子，一定有手机，但是不一定会有室内电话这个东西。这是现在手机不只有打电话的功能，它除了通信之外，还可以上网，可以做非常多的运用，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脑一样，处理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都可以靠手机完成。因此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到了高中，有些学校的教学会把手机融入在课业当中。像我儿子读高中的时候，老师就会经常要他们拿手机出来查资料，然后做报告、做分享。有些课程当中也会使用手机做拍摄，来完成作业的部分。这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不一样。但是对于许多的家长来说，就会面临怎么样给孩子使用手机会不会造成孩子的成瘾或者是滥用的问题，会担心孩子上了一些不该上的网站，受到一些所谓的污染。这是大部分家长对于手机使用的一个担心，但是这些人我想应该是少数啦。因为绝大多数的家长在小朋友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大量使用手机，因为小孩子你不给他手机，他就给你哭闹。为了哄孩子，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手机。他玩手机，看这个巧虎啊，看一些卡通啊，不哭不闹，家长就会比较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这是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是最明显的就是孩子在青春期前使用手机，第一个影响的就是视力。我儿子国中后才使用手机，他的视力就比我家的老二好很多。我们家老二从国小毕业后开始使用手机，近视的度数就明显有变差，需要戴眼镜。我想这是一个外观上面最大的不一样。通常家长对于孩子使用手机的方面，
安德鲁社工师比较站在一个学习的角度。为什么说是一个学习的角度呢？因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从学习开始，包含怎样学习节制，如何控制好时间的管理。时间管理这些事情是需要透过学习而才能得到成长，但是很多的家长会把孩子的学习机会给扼杀掉了，把孩子的学习控制管理的权利交给学校的老师。老师除了在学校要管秩序，要教书之外，还要管孩子的手机。在国中时期，大部分手机是不可以使用的。我记得我儿子上了高中的时候，学校老师告诫家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国中使用手机的状况是需要老师或家长严格控管的，那各位家长，你要担心你的孩子在高中手机使用的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可能手机有滥用的问题。因为在高中我们不会管你家的孩子使用手机的状况，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学习，家长会很恐慌。到了高中，老师哪会管你的孩子这样使用手机，你要不要听课那是你家的事。所以学习这件事要趁早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安德鲁社公司记得我自己跟我的孩子拉扯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晚上去突击他有没有使用手机，如果有就把手机没收。最后的杀手锏就是把 WiFi 跟手机的讯号进行设定，时间在某一个时间之后它就会自动关闭，让手机变成一颗石头，没有办法使用。有些孩子会抗议，但我就会告诉我的孩子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控制你的手机，那只好用最被动的方式来控制你。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拉扯，有很多跟他的磨合，为了就是让孩子知道怎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手机什么时候该睡觉，就是要上床睡觉，而不是在那里使用手机。哪些东西会让自己不断的想要玩，那就要去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又不断的争吵，但是我很坚定的就是你要学好管理好你自己。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会哭闹，手机没收了就想不开。我觉得很多事情在前面就要说清楚，孩子的手机不是他的财产，我们家对于手机处理的方式，孩子的手机是我花钱买的，所以手机是我的，不是孩子的财产，只是我借给你用。如果你不好好的使用，我是有权把我的东西收回来，因为那个手机是我的。要不然你自己花钱去买，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也没有办法买，你即便有钱，你也没有办法买到手机，因为需要父母的同意，你才可以做这个奢侈品的购买。我觉得这样一来一往的当中，孩子慢慢会学习到什么时候该睡觉了，他要去睡觉，什么时候可以玩手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要在这些拉扯当中学习。如果你是60年代出生的朋友，你的父母应该都跟你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上了国中要好好读书，不要谈恋爱。等到上了高中，又会告诉你说，上了高中要好好读书，拼联考，要奋发向上，不可以谈恋爱，要去谈恋爱到大学之后再说。终于寒窗10年考上了大学，到了大学的时候又说大学很重要，要小心不要被21或32被退学，所以要谈恋爱等到出社会之后慢慢再谈。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出了社会之后就忙于工作，也不知道怎样跟别人互动，也不知道跟别人怎样交往，因为从小到大只会读书，其他什么都不会。
就是一个生活的白痴，恋爱的白痴，所以在感情的路上，出了社会第一次学习，常常就会遇到很多很离谱的状况，甚至在社会新闻当中，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苦情男子、危险情人、苦海女神龙、想不开跳楼的殉情事情，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手机的运用也是如此，需要从小学习，等到有一天要使用的时候再来学就太晚了。其实所有的事情也都是这样，特别是这样的东西非常的诱人。例如金钱，如何管理金钱，就跟管理手机是一样的道理。我是安德鲁社公司，希望这一集如何管理你的手机的问题，是家长遇到最头痛的问题，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得到你。我是安德鲁社公司，我们下一次见。